好不容易祖孙3个一起吃饭，个个食不甘味的。永基，皇祖母小厨房的膳食不香，到了你皇阿玛这里还不合胃口。皇祖母，孙儿想吃御膳房的饭菜。这就是御膳房的饭菜，有何不合胃口啊？没有儿臣在上书房时的好吃。回皇上的话，12阿哥在上书房时，的确进得香。慈宁宫的小厨房也就罢了，都是御膳房做的饭菜，怎么永基就非得惦记着上书房里吃的那些呢？儿臣吃不下了。放肆！瞧你说话举止，还有没有点规矩？儿臣知罪。罢了，与其责怪永基，不如去查查御膳房给他做饭菜的厨子。若真是合口味，那就继续给他做着。皇娘说的是。傅家，哎，你去问问。是。太后为什么要查御膳房？还惊动了皇上？奴婢也不知，只听说是12阿哥非要这御膳房做的饭菜，不满慈宁宫现在的饮食，才会让太后起疑心。哦，那日又碰巧是太后带着12阿哥一起去养心殿用膳，就连着皇上也知道了。你不是说那个东西下到饮食里，多了会产生幻象，少则慢慢损伤五脏六腑？为何12阿哥吃了会总念想？奴婢没有亲身试过这个，更不知道此物吃多了会上瘾啊！混账！你是故意要害死本宫？奴婢怎敢？太后就算要查，也查不出什么来的。那野蕈原本就是作为配菜放进去的，主大可放心啊！放心，本宫看来未必是太后疑心吧？你是不是在安华殿说了什么，才让太后带走了永基？还如此防范？奴婢对天发誓，奴婢对主忠心耿耿，从来没有说过什么。主明鉴，奴婢真的什么都没有说过，更不知道皇上和太后为何会突然提起此事。奴婢，主，15阿哥快下学了，您看要不要去接他？你去给我盯紧了御膳房那个伺候12阿哥饮食的人，过了这段时日，打发他出宫了断干净。若再生事，本宫饶不了你。是。永言，在上书房都学了什么呀？皇阿玛让师傅教我孝经，我都认真学了。皇阿玛说，皇家子弟除了孝，更要忠，先君臣，后父子。好孩子，你皇阿玛说的没错，但是你要记着，不必什么事儿都听你皇阿玛的。你我是母子，血浓于水，你心里呀，只能向着额娘。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得护着额娘，和额娘一条心，记住了吗？走。真的，千真万确。听您的吩咐，小德子近来总盯着皇贵妃那儿，他亲耳听见的。哼，这种女人，就是玉坤宫倒了，她的脚也不配沾上中宫的一点泥。看来，颖妃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皇贵妃真是这么教导永言的？儿臣不敢欺瞒皇阿玛，永言还小，留在这样的生母身边，太容易被影响。近朱者赤自然好，就怕会近墨者黑。景色，有些话朕也只能和你说说了。
自从永琪薨逝后，环顾宫中，能继承皇位的皇子，只有永基，还有永琰。这永基啊，虽然年纪长些，但经历了风波，性子别扭。如今给你皇祖母养着，也不知这性子能不能改过来。这永琰吧，虽然机灵，但年纪尚小，未来如何，也不好说。就是永琰年纪小，如同一张白纸，可以任意描画。如今竟被生母教导着不与君父一心，实在令人担忧啊！咱们爱新觉罗家的皇子，岂能容这样的生母教养着？玉壶啊，奴婢在。你和金宝去永寿宫，将永龄交给尹妃养着。这景云呢，就留给客嫔。至于永琰嘛，就送去寿康宫，给太妃们细心教养着。是。皇阿玛，皇阿玛，是否龙体不适？朕没事。皇阿玛。额娘，儿子好烦。皇阿玛让儿子抄的这个书，儿子不想抄了。罢了，歇会儿再抄。但是呢，皇阿玛给你安排的功课还是要完成的。是。玉壶姑姑，玉壶姑姑，我们主在休息呢，您……奴婢请皇贵妃娘娘安。玉壶姑姑怎么来了？皇贵妃娘娘，奉皇上旨意，即日起，17阿哥由尹妃娘娘抚养，9公主由客嫔娘娘抚养，15阿哥挪去寿康宫居住，由太妃照料。皇上怎么下了这般旨意？皇上还说，往后所有蒙古嫔妃都不受您管束，也不必向您请安，您也别计较。那本宫还算什么皇贵妃？您自然还是皇上亲封的皇贵妃。那永琰能不能留下？他从小是在本宫身边长大的。皇贵妃娘娘，奴婢只能说一句：您都教了15阿哥些什么呀？皇上知道了，如何还能把他留在您身边？那奴婢带小主子走了。放肆！谁敢动他？十万怎么说话？永琰，大不说，没事没事。永琰，主，太后护着乌拉那拉氏的孩子，本宫的孩子偏要被带走。乌拉那拉氏，他被困在翊坤宫，他还是不放过本宫啊！主人，他已经断发禁足，又被夺了册宝，他已经什么都不是。你这个贱婢！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你听谁说的？没有，奴婢没有，奴婢一心为主，怎么会吃里扒外呢？看着我！你再说一遍啊！这些变故都是从你去了安华殿见到乌拉那拉氏开始的。你背叛本宫，你敢背叛本宫！翊坤宫娘娘着实掳了奴婢去，可奴婢什么都没有说，奴婢一心对主，什么都没有说呀。主息怒，主，春蝉最重心，断不会背叛主。主，皇上的命令不可违抗，您万不能生气。这要是皇上知道了，怪罪下来，咱们又担待不起了。主息怒，主息怒，主息怒！我的永琰，我的永琰！主，主席急诊犯了，快去请太医！快啊！
珠儿，您怎么起来了？您喝了太医开的药，才昏睡了几个时辰，要不再歇歇？给本宫梳头吧。是。春蝉，本宫昨日一时糊涂，下了重手，还疼吗？不疼，奴婢没事了，劳主挂心。但本宫从来没有打过你啊。奴婢知道。看你嘴唇发白，来，给你抹点口脂，也能显出在本宫身边当差的体面。真好看。谢主。对了，很久没给额娘上坟了，你早些出宫，帮本宫拔掉坟头上的野草。是。奴婢知道了，去吧。春蝉看似要出宫，快通知江太医跟着。是。果然要害我。春蝉，来，把这个吃了，能保你的命。 王公公，于妃娘娘，
起来吧，可要当心眼前的路啊！本宫是要来告诉你一声，春蝉死了。您怎么知道？宜妃娘娘，这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的，您不能这么乱说吧？王公公整日跟杀人凶手在一块儿，应该比本宫还要清楚，这春蝉是死是活，还有她为何而死。本宫记得呢，这一路上伺候皇贵妃过来的，兰翠死了，春蝉也死了，还有敬忠呢。如今只剩下王公公一个人了。本宫是要来提醒王公公，惜命啊！皇上，您最近批褶子累着了，不如歇歇吧。太医说您身子不能累着。这没事。没事。皇上，参汤好了，您多少用一点儿。皇上，皇上，来人，快叫太医！闭嘴！先别闹出动静来，去请江太医。这。江太医，这皇上吃了那么多药，怎么还不见好啊？皇上虽说这回是旧疾复发，但比上次更严重了。微臣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皇上圣功如何呀？回皇贵妃娘娘，皇上劳累过甚，伤统荣亲王薨逝时落下的病根儿又发作了。既然是旧病复发，那严重吗？皇上这回的病情是又急又凶，气血直冲百会，险之又险。微臣要回太医院，召集所有太医一同会诊。竟然如此严重。是，皇上一直昏迷不醒，还需静养。玉壶姑姑，皇上这个样子，你先去禀报太后，等太后的意思再定夺，切莫声张旁人。是。那微臣也告退了。
太医，您一直为皇上医治，这回皇上的病，看脉案是极为凶险，一切都得仰仗您的斟酌。要不是这回病情来势汹汹，在下也不会劳烦各位同僚啊。我看重症用猛药，另则很多事还得多准备一手，免得到时候圣功不愈，我们太医院吃罪不起呀。说的也是。包太医在，你也来看看吧。咱们一同斟酌着用药，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皇贵妃娘娘，您都侍候一夜了，不如先回去歇息吧。皇上若醒了，奴婢立刻回禀您。也好。包太医，贵妃娘娘，皇上到底如何了？微臣看皇上的脉案，怕是不好了。当真？微臣不敢欺瞒娘娘，皇上是旧病复发，病症又在脑中，太医们都束手无策了。退下吧。是。主，若皇上的病真如包太医所说这么严重，可皇上正当盛年。主，您忘了，当年先帝也正是皇上这个年纪突犯急症驾崩的。已然是现在这个样子了，咱们是不是应该先预备起来？莫等真有什么事发生，咱们束手无策呀。先帝驾崩的时候，为着到底没有废除景荣宫娘娘，那尊封母后皇太后之称闹得多厉害呀！要不是景荣宫娘娘膝下无子，如今的太后又怎能稳坐慈宁宫的宝座？可是翊坤宫娘娘不一样，她可是有孩子的，而且她的孩子比咱们15阿哥还要年长，您不得不准备呀。